于是李长寿更加谨慎了3分。敖乙身周仙甲绽放出了璀璨亮光，向前迈出一步，自身的气势已经是拔地而起。李长寿与他隔了30余丈，此时能够感应到敖乙的气息完全锁定了自己。当下调运法力，暗藏气息，专注运转自己独创的归息平气诀，让此时自己的法力波动完美符合反虚2阶尽全力时的表现。随后李长寿向前迈出一步，一人一龙的气机完全勾连。来吧！敖乙那双蓝色的眸子中金光闪过，他放弃在远处用法宝轰击，立刻就要贴地前冲，将自己清秀的面皮送到这个渡仙门此行之中最弱弟子的拳锋之下。且慢！李长寿大喝一声，敖乙脚下一个虚晃，差点就直接前扑在水莲台洁净的地面上。怎么了？敖乙周眉看去，场内众人的目光也带着少许疑惑。这都要开打了，怎么又说且慢？既是切磋，就应该先定下一些规矩，怎么也该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裁判来判定输赢。还有要划分好切磋的范围，不能打出哪个边界。这般毫无规矩直接开始切磋，恐怕不符龙宫素来严谨之行事，以及公平公正之门风。这人怎么这么费劲？敖乙的额头上挂了几道黑线，但一旁的龟丞相却觉得李长寿言之有理啊，无法反驳。是我们龙宫在这个环节没有准备充分。当下龟丞相站了出来，亲自做了这次切磋的裁判，并且用仙力画下了一个直径200丈的大圆。殿下与这位渡仙门贤才切磋，等点到即止。双方不可用杀生法宝。场地画好，约法3章，切磋顿时变得正式了许多。李长寿与敖乙再次面面相对，相隔30多丈，气机再次互相勾连。敖乙稍稍顿足，身周立刻浮现出了几只菱形的玄冰，冰内却有一簇簇跳动的火焰。气势要做足，输得要惨烈。提气明晰，敖乙第2次做足架势，立刻就要往前冲。且慢！李长寿又是一声大喝，敖乙脚下一滑，向前打了2个踉跄。这家伙每次卡我法力运转的节点喊什么且慢？二太子殿下，你我不如转个文斗。废话太多，看打！敖乙一声低吼，猛然顿足贴地前冲，他的身形犹若离弦之箭，身周玄冰光芒大作，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，但又在正面露出了无比明显的破绽。李长寿手中捏着一叠符箓，在敖乙冲到近前的一瞬间，脚下虚晃，身形有些狼狈地朝着旁侧闪躲，又在狼狈之中流露出了少许的飘逸之感。游龙探云步，这是早已经主动显露过的渡仙门上等身法，但也只是一门身法，并非是什么厉害的神通。敖乙眉头一皱，与李长寿错身而过之时，皱眉盯着李长寿那张略带慌乱的面庞。怎么回事？正面反击这么难吗？是了，我太凶猛，应该是吓到这人了。不要怕，正面打，本太子会让你赢得十分精彩。向前冲出20丈，敖乙一个帅气的空中翻身，停稳身形，脚下顿足，再次对着李长寿急冲而去。李长寿随手甩出了6张符箓，双手掐捏法印，符箓之上的符文瞬间闪亮，对着前方喷吐出了一条条交错的火蛇。敖乙躲都不躲，径直猛出而来，身形被火光吞没，却又瞬间冲破了这些普通的树火，凶猛无匹。李长寿脚下玄妙步伐再现，这次虽然比之前从容了许多，但依然有些狼狈，有惊无险地将敖乙的前冲再次躲开，顺手还对着敖乙打出了2张符箓。敖乙冷笑一声，
立刻更改打法，朝着李长寿近身追逐，却主动将所有符箓打出的火焰记住接纳。李长寿用反虚境2阶的法力施展游龙探云步，且退且打，迅速地落入了颓势之中，并且顺利地朝着自己此前选好的位置绕去。转眼之间，双方对战已经过了数十招。敖乙的眉头越陷越深，他凭借着自己远超这个渡仙门弟子的实力，不断将自己的破绽和脸庞送到对方的手下。但是对方不知是有意要避开他的要害，还是不敢对他龙宫太子下手，还是当真实力太弱，抓不住这些已经无比明显的机会，就是不抓他的破绽呐。还好这个家伙的符法虽然威力不行，但自己怎么着也已经承受了许多次的束火攻击，稍后就可以直接表演一个大爆活龙。终于李长寿与敖乙有了第一次身体接触。此时李长寿身后3丈便是边界了，已经被逼到了死角，目光当中总算是流露出了一丝果断，手中甩出了10多张符箓，一股股的法力在掌心凝聚，化作掌中之雷，天明五雷妙法，也算是渡仙门稍微高阶的法术了。迈入反虚境的弟子半数都已经掌握。雷光闪耀，火光暴雨，敖乙身形冲入其中，终于一拳打在了李长寿的掌心。敖乙有些皱眉，只因此刻与李长寿拳掌相对，天生灵敏的战斗嗅觉让他竟然感受到了一丝丝的危险啊！与此同时，李长寿也有点糊涂，不是，这个家伙的拳头完全没力气。饶是如此，李长寿依然按照自己的剧本走了下来，身形后仰，向后踉跄倒退几步，顺势用了巧劲儿，将敖乙的拳锋带向一旁，自身继续后退。敖乙也抓住这个好机会，故作脚下一滑，跌跌撞撞地朝着左侧走了几步，心底暗道：应当差不多了。正此时，敖乙听到了身侧传来的咳嗽声，蓝宝石一般的眼眸挪动，用视线的余光看去。李长寿低头咳了几声，指尖竟然带着一丝丝的鲜血，他仰头长叹，面色十分的憋闷。罢了，还是输了，技不如人呐，回山外修行便是了。随之后退半步，却是刚好踏出了之前画下的边界。水莲台各处仙人、炼气士，那些龙族、海族，都是露出了少许的惋惜之感。刚才李长寿所表现出的身法、符法与雷法，就一个反虚2阶弟子而言，已经是处理的相当不错了。认输了？敖乙一愣，低头看着李长寿面前那闪烁亮光的边界，一时间还是没有回过神来。抢先一步认输是什么鬼？比我还快认输算什么事？你不想赢吗？人族炼气士。二太子那张清秀的脸蛋上突然涌起了一丝丝红光，龟丞相的喊声依然在。嚯！敖乙突然仰头低吼，身周突然爆出了一股股浅金色的龙血，仙甲甚至都出现了一丝丝裂痕。这位天仙修为的龟丞相也是瞬间被吓愣，而敖乙满是不甘地瞪着李长寿，颤声道：好厉害的符箓之法。言语之中，二太子的身形缓缓仰倒，躺在了血泊之中，周遭一群龙族高手一拥而上，场面无比混乱。哎呦，这龙族小兄弟的演技明显不过关啊，顶多算是小鲜肉的水准。旁侧几位门内真仙冲了过来，将李长寿护在身后。敖乙一倒，场面顿时有些混乱。李长寿感觉到龙宫不少高手的目光都锁定在自己身上，而且敌意越发的旺盛。
心底对龙宫二太子的迷惑行为已经大概有所了解。李长寿迅速地思索着对策。这个小太子的演技虽然假，但身份在这摆着呢。龙宫若是借机发难，当真不是一件善事。九九此时站在李长寿身边，用自己有些矮小的身子遮住李长寿的半边身位。长寿师侄可受伤了？啊，一些气息震荡，师叔师伯不必担心。这位二太子殿下的拳风太强了些，弟子无碍。李长寿低声回了2句，心底已经有了对策。且见他面容略带忧心，又有几分惭愧。这位二太子殿下不知伤势如何了，弟子的符法应当是破不开他身上的仙甲才是。莫非是因为弟子不断用身法闪躲，少了正面对决的勇气，这位殿下一时情急心切，法力走差了？师叔，您要不要上去帮忙诊断诊断？也不知道龙宫的医术如何，断不断得出这般病症？龙宫之内高手如云，这一点怎么会断不出？你就别瞎操心了。闻言，龙宫众臣众将目光都放在了敖乙身上。最先扶住了敖乙的龟丞相很快出声：二殿下无事，一时间法力运转出了偏差，法力冲开了外甲，此时殿下只是被自身法力冲得昏厥了，稍后便可醒来啊，并无大碍。一位身着银甲的龙宫将领立刻问道：那丞相，这场比试又该如何算？龟丞相顿时一阵沉吟，看看边界，又看看昏迷不醒的敖乙。这次倒是不用李长寿继续费心，渡仙门的一位男真仙在旁笑了：自然是二太子殿下赢了。在贫道失职退出边界后，二太子殿下才因自身法力冲荡而受了轻伤，这结果一目了然。贫道这里有渡仙门秘制的调气丹药，料想龙宫也瞧不上这般普通丹药，但这也是我渡仙门一点心意。多谢仙人美意。龟丞相示意那名龙宫将领接下丹药，也算是对此事做了结案。这位龟丞相立刻招来几名仙交兵，将昏迷的二太子敖乙放在了一张宝玉座椅上，让仙交兵抬了下去。渡仙门的几位仙人也各自拱拱手，护着李长寿，反身走回了自家座位。走路时，李长寿突然小声地对身旁的九九道：师叔，弟子好像从古籍上看过，咱们桌上那种葡萄对这种练功走岔气的情形颇为适用。那葡萄是人龙宫给的，人家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说你自己跳出边界干嘛？刚才多站一会儿，你就说不定直接赢了。弟子当时已经撑不住了。回去之后，本师叔就监督你专心修行。你自己修为提不上去，天天炼丹琢磨阵法有什么用？真是，自身修为才是成道之基，不然以后有厉害法宝不长眼落在你手里，你连法宝的半成威力都发挥不出。是，弟子知错了。李长寿低着头应道，心底反倒是稍微松了口气，因为他能够明显感觉到原本聚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开始快速散开。迎面有秦玄雅背着大剑迎了出来，目光中带着几分急切。长寿师兄，你的伤可无碍了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被气息震到了。李长寿面露惭愧，让各位师妹和各位同门挂念了，是我本领低微，给咱们仙门落了面皮。一位师兄立刻传声：那龙宫二太子摆明就是想故意找事，还故意选了长寿师弟你。稍后师弟请看着，我定会让那后面登场的龙子龙孙知道厉害。李长寿顿时对这位师兄投去了感激的目光。长寿师兄，你先入座调息吧，莫要站着了。龙宫当真太过分了些，那二太子更是有些卑鄙了。都各自坐好，少抱怨这些。那么多天仙在咱们头顶上看着呢。众弟子虽然挨训，依然有几个人为李长寿抱不平，又被其他的几位渡仙门真仙训斥了几句。
这些同门同辈的这些反应其实很正常。李长寿心里有数，他们的反应程度跟各自集体荣誉感高低有关，跟他个人并无太大关联。回到座位坐定，李长寿原本波动的气息迅速恢复平稳。有秦玄雅方才一步三回头的自他身旁离开，随后有秦玄雅俏脸之上关切褪去，越发冰冷。这位渡仙门当代弟子明面上的修为第一人，双目之中渐渐有了几分火气。他将大剑自背上解了下来，放在矮桌上，剑指点在剑身各处，结青莲开天宝印。这把大剑之上出现了一道道火焰纹路，缓缓融作了一把细长的飞剑。渡仙门年轻弟子聚集的入座区温度陡然降低了许多。他拿出2瓶丹药检查一下，确定迅速恢复法力的丹药是备充足了。随后又拿出一方手帕，慢条斯理地擦拭着这套飞剑。冷艳面容上毫无表情，但是眼神略微有些小吓人。有秦师妹。李长寿的嗓音钻入他耳中，依然是传声入耳。有秦玄雅动作一顿，扭头看了过来。稍后若想出手，还需要稍作克制。此地是龙宫，犯不着与他们针锋相对。有秦玄雅轻轻颔首，之前那分明是想找人干架的眼神，此刻也柔和了许多。说不清他这一瞬间是在抿嘴还是在微笑，或许两者兼有之，但是他的表情和眼神确实是想告诉李长寿不必担心这4个字。夹在李长寿与有秦玄雅之间的那3个渡仙门弟子，也是第一次见到有秦玄雅展露出这种表情，各自惊讶之余，也莫名的感觉自己有些碍眼且多余。电灯泡呗。